合作案的体制上头，还是很文色跟诗色的，也就是书一直在读，一直在讨论啊，文字创作有相当的训练跟底蕴。好，那里头有2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老师，一个是以前的妇女新知掌舵掌了很久的李元珍老师。好，他教我们现代诗跟不是教啦，就是开了现代诗的课，还有剧场的课。所以我们唯一一点点剧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开端的一些练习，其实是李元珍老师的哈。那另外一位老师是施淑老师，施淑女。施淑老师的话就是很酷，他比较不是那种做剧场的，但是他带我们读了非常多新的文艺理论，新批评之后的。那这些东西建构起来好像没有跟表演艺术直接关联，但事实上建构了我们合作案内部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基础。关键的1987年第一个题材我们就非常的出乎意料，大家预料的，然后也后来回看起来也发现说它是如何的异质的，我们就挑了陈映真的小说来做。好，它是一个短篇小说叫《物质照耀的太阳》，它其实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观点，好，就阶级中产阶级背负的罪，好，然后还有就劳动者如何的死灭，然后不被重视，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女孩，中产阶级的家族的小女孩成为一个原罪的背负者的一个死亡。好，然后物质照耀的太阳，然后让我们完全走进新的一个旅程跟阶段。第一个，虽然我们都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左派，可是呢，我们就充满着展现充满着社会主义向往的一个姿态。对我们来讲，就解严，我们开始说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激动，我们都还在就是观望。说什么叫解严？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解严啊！第二个事情是国家戏剧院在10月光复节要开幕了。事实上2个都综合着在我们的意识里头是走进10月这个计划。那10月这个计划就刚刚讲的有个当时也很活跃的剧团叫笔记，台大的环剧剧场，然后但是不是李永平做，是他弟弟李永哲，然后另外当然就是王俊杰的整个空间装置艺术。我必须要说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什么叫装置艺术，我是什么，然后所以对我来讲10月真的是一个有点梦幻，很传奇又很梦幻，学了很多的。我也不知道说我们跑到那种地方去叫环境剧场或者是什么。第一个我觉得第一枪当然就是王墨林跟周一昌主导的，其实是王墨林发起，周一昌后来比较主导了后面的发展的，到兰屿去做反核废料。海报是王俊杰设计的，海报上头的 slogan 是我定的，可是我很后悔那个 slogan 标题，因为当时还有现在看起来好像都觉得还蛮掷地有声的，就驱除兰屿的恶灵啊。可是后来你就会发现，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会让人羞愧的文化挪用，就是因为兰屿的恶灵是不能被驱除的，在他们的文化跟宗教系统里头，虽然他们很害怕它或什么，可是它代表的意义是一个某种恐惧后头的欲望之类的哈。80年代的前卫美学。前卫美学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当然不是说书读很多理论很强或什么，而是在我们的行动出来的那种前卫性啊，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机构建制，它不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，但是它是那么关键的一个群体聚合起来的一个状态。好，然后前卫美学，然后还有政治批判，就是现实批判这些事情。都汇整在那里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很不可再现，然后也很迷人的事情，就是它仍然有禁忌，它仍然有神秘，好，因此引发出很多所谓的地下 underground
或基本上对80年代的小孩来讲，现在是一个打开的、透明、太过透明的一个时代。这个没有什么批判，只是在说对照起来，因为你有禁忌，你有压抑，你有神秘，你要突围的时候的那种张力，或你获得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完成一个东西的时候的那种张力，其实是会被放大的。其实放大，某种情况下，刚刚讲的所谓的陈映真小说进入到小剧场，还有10月跑到废墟里头去，这些东西都是类似这样的状态。